明明是同为双胞胎的两兄弟，哥哥选择成为光明骑士守护一方安宁，而弟弟却是背叛人族成为了不死之王，只因两人的信念相悖，进而选择了不同的进化之路。可殊不知的是，他们的本体都属于同一个人。原来这是一个觉醒异能的世界，在数百年前，人类的身体发生异变，开始出现各种奇怪的能力，紧接着他们会被一股力量强制传送进入异世界，只有在那里完成极为艰巨的任务，才能够重返蓝星。然而最终能活着回到蓝星的人类几乎是寥寥无几，于是绝望的觉醒者们开始在强制传送前制造恐怖的暴乱。在那场动乱中，我亲眼目睹家人离我而去，而我也因此落下了终生残废的状况。万念俱灰下，我选择了一个人的隐居生活。此刻望着毫无知觉的双腿，我心中暗骂老天的不公。可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了一道冷漠的机械声，检测到宿主的存在，阿卡莎系统正在接入觉醒唯一隐藏能力化身，宿主将会在2个半小时后强制传往异世界。顿时我一脸呆滞地望着眼前的弹窗。如果说一个普通人前往异世界并且最终存活的概率为 5% 的话，那么像我这样不能走路的废人怕是连第1天都活不过去。因为异世界的时间算法是蓝星上的10倍，而在此之前觉醒者重返蓝星的最快记录是用了1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我要在异世界至少是生存10年的时间。此刻我只能暗暗的祈祷化身是一个很强大的保命技能。然而紧接的是，在我面前出现了一道与我长得一样的身影，我猜测这应该是化身的技能效果，因为此时我能够感受到另一具身体的视野。顿时我就有了一个极为荒诞的想法，随后我紧闭着双眼，催动分身走向前往异世界的传送法阵。望着系统提示传送已完成的窗口，我大口的喘着粗气，但很快我就感觉到了有一点诡异的地方。我明明是让化身来代替我完成传送任务的，可此刻我却能够很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身体也同时来到了异世界，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我的灵魂在同时操纵着2具身体。接着就是叮咚一声，系统提示我由于不通过卡尔玛商店自立重返蓝星，解锁特权能力异界传送阵，可以通过传送阵移动到曾经去过的地方，1天内只能使用1次，同时成功刷新重返蓝星的新纪录，奖励宿主1910213点卡尔玛值。此时我满脸都是难以置信的神情，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我将分身召唤回本体之后，致使系统错误判定，以为我已经重新回到了蓝星，同时还因此打破了尘封已久的通关记录。系统奖励给我的卡尔玛值对于觉醒者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它是根据觉醒者们在异世界的表现定量发放的，只有积累足够的卡尔玛值才能在商城上购买回到蓝星的道具，同时觉醒者也可以用它来强化技能效果。而我手里有着差不多200万的卡尔玛值，这将近是一个十分厉害的觉醒者历经2年的积累量。随后我大手一挥，进入了恢复力强化的状态窗口，一瞬间似乎是有一股柔和的力量在涌进我的腿骨，很快我就感受到双腿已经是完全的恢复了知觉。紧接着我把目光放在独有技能强化的窗口上，叮咚的一声，化身的身体上觉醒出独自思考的能力，也就是说此后即使没有我的操控，化身也能在异世界独自行动。除此之外，还能够为我过滤掉一些劣质的刺激以及情感，这就意味着无论是维度上的晕眩还是化身受到了伤害，我都不会共享到分身的感觉，这就像是在虚拟世界里面操控着游戏角色一样。而且我分裂出的化身数量还会随着技能升而增加。第1具化身我决定命名为汉斯，因为他的特有能力是魔力亲和，所以决定先让他前往异世界替我完成冒险任务。第2具化身的名字则是海因兹，特有能力是强韧，他就留在蓝星上锻炼身体的力量。大概是2分半后，我便将视野转移到汉斯的身体上。异世界那边的传送点是在一处密林的附近，只是还没走多久，就迎面碰上了一头凶狠的家伙。我赶忙抽出短剑，用力挡住雄兽扑来的身影。这与我猜想的一样，我的真身并没有因此感受到恐惧之类的负面情绪。接着我拿起短剑，把魔力灌进雄兽的身体里，剑刃扑哧一声的便穿透了雄兽的躯体。稍作停顿后，我看到在另一边的小路上出现了一座村落，村长汤姆斯是个看起来面目慈善的老爷子，他一脸笑意的欢迎我来到村子里做客，并且还十分大方的表示可以让我留下来过夜。等感受到汉斯的身体已经熟睡过去后，我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身体。然而仅是片刻之后，便有一股不安的念头直冲我的脑门，随即系统弹出了一个红色的弹窗，检测到化身汉斯已死亡，化身的特性以及积累数据将会被重置。既然汉斯是死在村子里的话，我猜测这极有可能会是村长汤姆斯在背后搞的鬼了。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在晚餐的食物上下了迷药。然而还未等我思考出个所以然来，系统便再次提醒我重新恢复与汉斯的连接，并且个体的种族值已经变更为亡灵，获得特技腐化之心。见状，我赶忙共享另一边汉斯的视野。此刻在我面前出现了成群的骷髅状生物，他们身上的装扮看起来更像是原住村民而不是觉醒者。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村长已经丧心病狂到将整个村子都给亡灵化了。很快在身上出现了一道陌生的力量在强制我的行动，虽然凭我现在的身体素质可以完全的忽略掉，但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还是先遵从他们的指令为好。只是我感觉这股力量上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仔细感受下来，好像是我在操控汉斯身体时候的力量。如果是汉斯的魔力亲和特性在起效果的话，说不定我可以借此
此用来操控其他的亡灵骷髅。大概是时间过去了7天之后，此时我已经凭借魔力亲和的特性成功控制了一只亡灵骷髅，而且在此期间我还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除了能够控制亡灵生物以外，还可以操控一些个头较小的家伙，这让我的夜间勘察行动有了更好的选择。通过视野共享的能力，我发现村长汤姆斯的同伴每到夜里都会前往一个废弃的木房子，在里面隐隐散发出来气息，即使是心灵枢纽过滤掉了情感，我的真身依旧是本能的感受到恐惧的念头，而且里面还有一丝与我身上相同的腐朽气味，所以我猜测汤姆斯这些家伙很可能会是邪恶至极的黑魔法师。既然房子里面存在骷髅同类的话，就说明在那里很可能是在进行着某种古老的祭祀。随后就在我转身准备去寻找汤姆斯踪迹的时候，一股强大的能量悄无声息地贯穿了我的躯体。此刻汤姆斯的身影缓缓地朝我走了过来，好在他并没有发现我留在上面的气息。等到了第2天的时候，村子里出现了一个青年的身影，他表示自己的哥哥在这里走失了，所以想要与村长汤姆斯见面打听一下消息。村长汤姆斯一听这话，眼珠子唰的一下瞪大了，因为他发现眼前青年的样貌竟然与前几个晚上遇到的觉醒者长得一模一样，而这青年者正是我的第2具化身海因兹。我自我介绍说到自己是汉斯的双胞胎弟弟，心理感应在告诉我汉斯应该就是在这里的附近，然后我把视野重新转移回到汉斯的身上。此刻在那个废弃的木房子里，有几个亡灵骷髅围成了一个大圈，而在他们的中心摆放着一个暗紫色的水晶体。我想的没有错，汤姆斯果然是在利用黑魔法来吸取骷髅村民身上的灵魂之力。系统提示我这块水晶名为不死亡的碎片，在面对上这块水晶的时候，我就能够感受到一股极强的压迫感。这个不死亡到底是什么来头？仅是一块碎片就能爆发出这样的威力。趁着没有注意，我转头朝着眼前的亡灵骷髅们施展出魔力亲和特性技能，一瞬间各种负面的情绪在不断的朝我脑袋涌来。仅仅是下一刻，我就感觉到脑袋里似乎是被什么东西给挤满了一样。随即系统叮咚一声向我弹出了提示窗口，由于个体满足条件而成长，精英级亡灵汉斯进化成为不死的魔法师死灵法师。特殊情况，碎片中隐藏的黑魔力与个体进行融合，不死亡的碎片进度达成1/3，获得特殊技能邪之智慧。这应该是魔力亲和的效果，把不死亡的碎片给融入进汉斯的身体里面，从而产生的进化。很快我就通过魔力亲和彻底的夺得骷髅大军的指挥权。这一幕把看守的护卫给吓了一大跳，因为他发现眼前的骷髅已经完全脱离了他的控制，这种感觉对他来说十分的不妙。片刻之后，富有黑魔法结界的大门就被我指挥的骷髅大军给强行破开了，这得益于我新掌握的技能邪之智慧，只需要瞥一眼就能够参悟邪恶属性的魔法。这时村长汤姆斯浑身散发着一股凌冽之气，大步流星的朝我走了过来，他厉声质问我到底把不死亡碎片给弄到哪里去了。现在他已经完全感受不到一丝属于碎片的气息。闻言，我满不在意的在心脏位置上凝聚出一道虚影，这可把汤姆斯给气坏了，他表示无法容忍我竟然把不死亡的碎片融入到低智的身体里。说着，汤姆斯挥舞着他的魔杖，一瞬间空气中充满了神秘的气息，周围的黑魔法似乎都被他操控了。这是他的技能死亡之指。只见从地底里轰隆一声的冒出来一个巨大的尖刺，我并不至于理会，只是凝聚出一道能量护盾，轻松的就将它给吸收了。这一幕把汤姆斯看得眼睛直愣，他没想到我竟然会精通掌握黑魔法。只见他大手一挥，随即村子里所有黑魔法师的灵魂都朝着他所在的位置过去。数道灵魂融合之后，慢慢形成了一个深黑色的王冠。随后他嘴里念念有词，似乎是要施展出一个很厉害的魔法技能，可我已经没有太多的耐心再跟他耗下去了。砰的一声，只见汤姆斯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击中，身体不停倒飞而出。他心中一紧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感，他支支吾吾的想要说些什么，但很快就全然没了气息。与此同时，在一处神秘的古堡里，圣女利亚斯塔窥探到不久将来的景象，大陆西边出现了不死亡复活的前兆。在解决完汤姆斯后，我来到了村子外面，几百个亡灵战士几乎都在战斗中覆灭了。不过自从汉斯这具身体进化成亡灵法师后，不再是需要活物，就算是尸体也能够随意的操控。随即我找到汤姆斯的尸体，在刚刚的战斗中，他把所有黑魔法师的灵魂都给抽走了。所以如果我想要问出有关于不死亡的情报，就需要通过拷问汤姆斯的灵魂。然而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在汤姆斯的尸体上根本检测不到任何有关灵魂的气息，从他身上的痕迹来看，像是有人通过魔法阵给强行抽走了。如此一来，在汤姆斯的背后一定还有更强大的组织。在解决完这些麻烦事后，我回到真身，准备开始强化自身的属性。因为汉斯已经进化成高级生命体亡灵法师的缘故，此时我的真身在面对上汉斯的时候都会感到本能的恐惧，所以我必须要强化一下真身的技能才行。叮咚一声，觉醒者威廉的精神值超过了基准值，获得技能明镜止水，能够使内心不受外界刺激英雄，并且防御精神攻击。等我升级完技能之后，我的心中总有一股奇怪的感觉，就是我好像总能获得当下自己的最需要的技能。随后我来到外面准备去解决今晚的晚餐，为以防万一，我一直在使用黑魔法将汉斯隐藏在影子里面。不过现在看来好像是我想的太多了，此时的蓝星还是非常安全的。然而还未等我把话说完，从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阵爆炸的声音，我循着声音的方向看了过去，发现面前的经典被人给劫持了，其中的还是有着兽人的身影。如果没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是臭名昭著的恶棍，他是来称呼那些利用觉醒的异能来犯罪的觉醒者。虽然有正义的觉醒者出来保护普通市民，但这要是有用的话，我的家人就不会惨死在这些恶棍的手上。这时抢劫金店的歹徒恰好从我的身旁经过，
我在心中不断的默念着会有守护者去追踪他们的，因为这些年来的隐居生活，我对自己没有任何一点的自信。另一边，抢劫金店的恶棍们来到了一个废弃的房子里，只要他们穿过那里提前放置的传送门，就能躲开守护者的追踪。然而等他们去到那里的时候，却只能看到同伴昏睡的身影。兽人见状，赶紧蹲下身去询问同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此刻，一具骷髅从暗处缓缓地走了出来。我已经是想明白了，现在的我并不仅仅是我自己，还有就是汉斯以及海因兹他们。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国家守护者协会中心，他们派出了一个小组来追踪此次闹事的恶棍。大概是时间过去2分半后，等他们来到事发地点的时候，并没有想象中对峙的场景，眼前有的只是恶棍们倒下的身影，看起来像是有人提前收拾了这帮恶棍一样。这边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其实偶尔活动一下筋骨的感觉还是不错的。等回到家后，我操控我的第2具分身海因兹来到了一座城堡的面前。这是一座繁华的城镇，是我从汤姆斯那个老家伙的嘴里打听到的。只是这里并没有像汤姆斯所说的那样繁华，相反的则是一片冷清，就连是盘查外来人的守卫都看不到身影。随即在我路过一个小巷子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光头男正在欺负一个小女孩，看起来像是在勒索小女孩身上的钱财。不过这些都是别人的事情，与我没有太大的关系。等他们离开后，我找到那个小女孩，问了她一些事情。我想要雇佣你做我的向导，报酬的话会有2枚银币。随后在艾拉的带领下，我来到了城镇里面的最好的旅馆。我告诉她每天可以做我的城市向导，报酬是2个银币，这样子她就不用像今天这样交保护费了。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2天，我在艾拉的口中得知到一些关于这座城市的来历。它的名字叫做阿赞图，位于大陆西部的贝利亚王国的一座小城。其中有一个地方让我感到非常的奇怪，就是在城市的各处都画满了一个奇怪的图案，而且看起来不像是普通的颜料，反倒更像是新鲜的血液。艾拉对此表示，这其实是管理街道的巴拉克组织的标志。很快我就发现了艾拉有一个独特的能力，能够嗅到附近的所有味道，因为她可以轻松地说出我早餐的食物是鸡血汤，就是问到了我身上有鸡血的味道。然而就在我们离开这条巷子的刹那间，一个遍布血迹的身影在暗处摇摇欲坠。时间就这样的过去了2天半，我在约定好的地点等了很久都没有看到艾拉的身影，这让我感到非常的奇怪。平时一般都是她比我先到的。就在这个时候，2个身影缓缓地朝我走了过来，我认出来他们是前些日子勒索艾拉的光头男。我非常懂事地递给他们满满当当的银币，拿到保护费后，他们十分满意地转身离开了。这时我听到他们在离开的时候嘴里嘀咕的一些话，他们在昨天的时候有抓过一个女孩，而且仔细来看，他们脖子上面的图案与我前几天在街道上看到的是一模一样。想到这里，我大步上前喊住了他们的脚步，但在下一秒，我整个人鬼使神差的就泄气了。我还是没办法彻底战胜自己的心眼。突然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了艾拉的声音，我回头望去才发现是自己搞错了事情。但这时光头男已经不由分说的朝我捏起了拳头，我没有考虑太多，就把身上的银币都递给光头男，因为我看到艾拉现在的神情非常的痛苦。我安抚他可以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忍着眼泪说到自己的弟弟突然不见了。话落，我顿时想起来一件事情，如果前面我没有听错的话，光头男是有抓走一个小女孩的，那么说不定除了他之外还有别的孩子被抓走了。听完我的话后，艾拉的双腿像是瞬间被抽去了力气一般。如果真的是贝利亚组织把他的弟弟给带走，那就彻底没有希望了，因为他们要的不是保护费，而是身上的血。我有些疑惑，为什么是会需要血呢？随后艾拉便告诉我关于这座城市的真正来历。这座名字叫做阿赞图的城市其实是吸血鬼的粮仓，包括贝利亚组织在内的所有组织都在为吸血鬼服务。城市里的所有市民都没有离开这里的权利，因为他们生来就是要作为吸血鬼的粮食的，所以我才会看到城门没有守卫的场景。他们巴不得有更多的外来人过来这里提供粮食。了解完这些事情后，我捧起艾拉的脸蛋，如果你说的这些事情都是真的话，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去营救你的弟弟。闻言，艾拉一脸的担忧，不是没有人站出来反抗过这些组织，但到头来的结果还是成为了吸血鬼的粮食。我告诉他不用担心这些，因为现在我触发了一个隐藏任务，拯救不幸的少女。然后我就在艾拉的指引下来到了光头男他们的住所。这时有一个人兴冲冲跑上来，一脸炫耀的神色，就是我这个从外地来的傻子，心甘情愿的给了他们一笔丰厚的保护费。他没有看到我阴沉的脸色，而是继续自顾自的说道，他觉得我能够进来这里肯定是给了在外面看门的光头男不少的银币，所以他希望我可以做到一视同仁。我没有搭理他，说出了我过来这里的原因，你把孩子们给抓到哪里去了？闻言对方一脸的不爽，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敢用质问的语气跟他们说话的。下一秒我伸出手掌紧紧的抓住他的脖子，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交代出关押孩子们的地方，否则的话我就做到一视同仁，让你同光头男的下场一个样子。在过来这里之前，我就想明白了一件事情，我有强壮以及超恢复的技能，根本是不怕这些家伙的。果然他们刺出的匕首根本无法穿透我的皮肤。我呵呵一笑的告诉他，可是有备而来的，普通的铁质武器是不可能刺穿我身上的超强防护服的。没过多久我就把他们全都给收拾一顿了。不过即使是这样，他们还是非常的嘴硬，只是告诉给我一句话，我现在做的不过都是些徒劳工而已，因为他们的主人马上就要过来了。随后我在一个废弃的木房子里找到了一个小男孩，我看到过他的照片，应该是就是艾拉的弟弟艾伦了。而在这时候，一个蝙蝠出现在窗户上，随即在我带着艾伦转身离开的一瞬间，一道声音在身后质问我怎么会出现在他的餐厅里，并且还拿走了他的粮食。他觉得我应该是逆天誓约那边的人员，不然的话就是艾伦的兄弟，否则
我是不可能有这个胆量对抗吸血鬼的。我呵呵一笑的告诉他，我不是他口中所说的什么逆天誓约，只是一个被他手下组织勒索钱财的外来人而已。话落的瞬间，吸血鬼就张开爪子朝我扑了过来。我推开身后的艾伦，让他赶紧离开这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回头。随后我挥动银剑，挥出一道银色的弧线，侧身挡住了他的攻击。顿时，吸血鬼抬起另一个爪子，朝着我的咽喉猛地抓来。扑哧的一声，我的身体踉跄的向后倒退而去。虽然我有超恢复的技能，不用担心这些伤势，但是对上吸血鬼这样的生物还是不太够的。在对方看来，我就像是在以卵击石。这时候，吸血鬼托起了我的身体，随即他的牙齿缓缓地咬向我的脖子。此刻已经是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我从嘴里吐出了一块石头，并且用牙关紧紧地咬住。吸血鬼顿时就慌张起来。我嘴里的是火花魔道具，专门用来克制他们吸血鬼一族的。从眼前的场景来看，我应该是想跟他同归于尽。我不给他反应的机会，用出强壮技能，紧紧地抱住他的身体。既然你已经知道了的话，那就安心的与我一同死去吧。随着一阵轰隆的巨响，附近的房子瞬间化成了一片火海，但我的身体只是被部分烧伤了而已。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存活下来。我猜测应该是强壮的技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保护了我的身体。等我找到艾拉已经是2天半了，在看到我的一瞬间，艾拉十分激动地抱住我的身体。这么多天都没看到我了，本来他还以为我也葬身在火海中。其实他说的并没有错，在我回到旅馆的时候，海因兹就已经是死了，而现在是我的第3具分身阿坤。虽然是一个新的分身，但我是按照海因兹的特征来1比1生成的，所以4舍5入下来应该还算是海因茨吧。结束完拯救不幸的少女任务后，我回到了旅馆休息。经过与吸血鬼一战后，我的身体似乎变得更强了。突然就在这时，一个身影从身后出现，紧紧地抓住我的脖子。他表示终于抓到我了，那个破坏了吸血鬼家族粮仓的家伙。刹那间我就感到身体使不出任何的力气。身后的这个吸血鬼不知是用了什么办法限制我使用技能，随后他就不由分说的一口咬在我的脖子上。他舔了舔嘴角上的血迹，觉得还是小孩子的血液要好喝一点。这时候我已经顾不上他在说些什么了，因为我感到现在的身体似乎是出现了一些变化。随即在下一刻，系统弹窗提示我阿坤的个体种族已经变成了吸血鬼，获得特殊技能残血，并且技能超恢复变更成为再生。另一边的吸血鬼头目维拉克释放出来一阵恐怖的威压，因为现在阿坤的个体种族已经变成了吸血鬼，所以身体不由自主的会对上位的吸血鬼无条件的服从。维拉克向我询问到底是不是我就走了艾伦，我颤颤巍巍的表示不太明白说的是什么，我只是一个从别的地方过来的外来人而已。因为技能明镜止水可以帮我过滤掉所有的精神控制，所以此时我可以违背身体的本能来隐藏事情。闻言，维拉克没有想太多，选择相信我的回答。他对自己的对于下位吸血鬼的控制还是十分自信的。随后他告诉我跟着他去完成一件事情，我想着跟着他过去正好可以得到一些情报。很快我们就来了一座隐藏在森林里的古堡，这是吸血鬼家族在阿赞图的支部根据地，而维拉克就是这里为首的指挥官。现在所有的吸血鬼都聚集在这里，似乎是在进行一场宴会。这时有一个女性的吸血鬼从身后抱住了我的胳膊，她的名字是海伦，同我一样都是被吸血鬼咬伤后从而变异的残血，并不是传统的纯种吸血鬼，所以在看到我的第一时间她就显得非常的热情。我有些不太理解什么是残血，其实所谓的残血就是非纯种吸血鬼当中的一类，一般是吸血鬼与人类相恋生下的后代，亦或者是像我这样被纯种吸血鬼咬伤后从而产生的变异体。如果比作人类的阶级社会，残血就像是骑士阶级，像维拉克这样的纯血就是贵族阶级，而作为吸血鬼主义的克兰夫人则是王族，她身上流淌的是最为纯正古老的真血，当然在这之上还有圣血，不过都是存在古老神话里而已。这时周围的交谈声全都戛然而止，因为维拉克在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刚刚得到一个情报，来自逆天誓约的家伙们拿着不死亡的碎片消失了。随后经过调查发现，不死亡的碎片最后出现的地方正好是他们被破坏的粮仓，也就是他们用来关押新鲜血液的仓库。所以从现在开始，所有的吸血鬼都需要严格调查自己负责的区域，如果有异常情况的话就要立刻向他汇报。听完他说的话，我的心中突然想明白了一些事情。汤姆斯用来炼制不死亡碎片的村子正好就在阿赞图的附近，所以他们很可能就是维拉克口中的逆天誓约组织里的成员。等到第2天的时候，我跟着海伦来到负责的区域巡逻，因为同为残血的缘故，我恰好跟他分配管理同一个辖区，只是白天就出来巡逻，对于吸血鬼来说十分的不好受。在路上的时候，我与海伦闲聊了起来，原来在他们吸血鬼的内部也在有炼制不死亡的碎片，等炼制完成后再与逆天誓约的融合到一起，所以现在他们才会有如此大刀阔斧的动作。不过像我们这种处于底层的吸血鬼是没有资格知道不死亡碎片藏在什么地方。等到晚上的时候，我与艾拉姐弟一同享用晚餐，全程我都是把自己给遮得严严实实的，不然的话我担心变异成吸血鬼的事情会吓坏他们姐弟俩。虽然我可以抑制吸血鬼嗜血的本能，但外形的一些变化还是无法改变的。在谈话间，艾拉告诉我她应该是知道不死亡的碎片藏在什么地方，在1年前的时候她有做过打扫坟墓的工作，在每周的星期五贝利亚组织的成员都会进入那里的一个石室，而每次打开石室
门的瞬间都会散发出一股可怕邪恶的气味。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深夜，此时的石室内，维拉克的助手正在处理一个祭品，他的名字叫做提尔福，也是一名纯种的吸血鬼。突然就在这时，一群骷髅忽然出现在石室里面，见状，提尔福指挥手下的吸血鬼冲上去拦住他们。此时他气得脸色煞白，只有逆天誓约的那些家伙才会炼制这些骷髅，果然逆天誓约已经是违背了合约。这时我幻化成汉斯，缓缓地来到他的面前，管你逆不逆天的，你身后的这块不死亡的碎片我可是要定了。闻言，提拉克一脸容地扎破了自己的肩膀，隐隐散发出的血腥味瞬间就激发了他的血性。见状，我则是不慌不忙地将他打碎的骷髅重新组合起来，紧接而来的是数具骷髅从身后紧紧抓住提尔福的身体。而在这时，我操控着另一具分身阿坤前来救援，我大手一挥就拍开了他身后的骷髅。我告诉他，维拉克大人早就察觉了异常，现在外面的骷髅差不多是搞定了，所以我现在进来是想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闻言，提拉克对我使出了来自于上位吸血鬼的威压，仔细探查一番后发现我并没有说谎，就彻底的放下心来。随后他示意我站在他身后助他一臂之力，下一刻我就很听话的给予他一臂之力。提尔福一脸的惊讶，身为残血的我怎么可能会主动攻击纯种吸血鬼？此刻他真的是想不明白了，更何况我还是维拉克大人亲自带回的残血。这时有2道黑魔法的能量紧紧缠住他的双手，他终于是反应过来了，他猜测是我可能就是与骷髅里应外合的内应。没过多久，我就把提尔福身上的血液都给吸干了。系统提示我，由于得到纯种吸血鬼的血液，获得技能血魔法。随后我尝试对着面前的结界用出血魔法的技能，既然是提尔福的技能，那么结界应该是不会排斥的。果然仅是一下子就解开了结界，而在里面摆放着的正是第2块不死亡的碎片。然后我将3具分身的精神力全都集中在汉斯的身上。与此同时的石室外头，匆匆赶来的维拉克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景象，现在他已经感受不到不死亡碎片的气息了，就像是当初逆天誓约的那样，突然就消失不见。很快就在夜色之中缓缓浮现出一个庞大的黑影，他的轮廓在黑暗中逐渐清晰，带着一种神秘而压迫的气息。见状，维拉克感觉指挥手下的吸血鬼集中火力攻击黑影，只是这些攻击打在我的身上就像是在挠痒痒一样。此刻吸收完第2块不死亡的碎片后，汉斯再次完成个体进化成为了幽冥法师，不死亡碎片集合进度达到2/3，内在黑魔法的力量爆发性增长，获得特殊技能不死以及戒断之石。不死，如果根源没有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就能够不断的复活再生。戒断之石，对所有的黑魔法能够无条件的理解，并被传授世间已有的所有知识以及秘密。随后我抓起权杖施展出死亡黑魔法，刹那间维拉克他们便被一股浓浓的烟雾给包围起来，而在这浓浓的雾气中，时不时会有黑手从深处猛然伸出一把揪住倒霉的吸血鬼。这场景让维拉克不免的一阵心慌，连他都没有办法可以对付这些黑手。等将其他的吸血鬼都给解决后，我的身影缓缓走向维拉克，看样子你的血统确实是最纯正的，竟然能够承受住黑魔法这么长的时间。不过现在你就安心成为我的血袋吧。片刻之后，我就操控阿坤成功将维拉克给反捕了。下一刻，系统便提示我个体达成新的成长条件，特殊技能血之一族残血进化为血之一族纯血。这跟我猜想的一样，可以通过吞噬一族来完成个体进化，就像是汉斯那样，只要收集完成3枚不死亡的碎片，应该就可以进化成传说中的不死之王了。而且捕食同类还可以更快的成长。与此同时，另一边，其余的残血吸血鬼因为维拉克的死去被迫离开了阿赞图，他们现在只能回到根据地来请求总部的救援。这边汉斯就先留在阿赞图这里处理贝利亚组织的余党，而我则是操纵阿坤与艾拉姐弟准备前往大陆东部的拉佩拉市，因为他的叔叔有在那里经营着商铺。反正姐弟俩在阿赞图这里没有其他的亲人，而我又不可能时时可以保护到他们，就是已经相处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突然间分开就会有些惋惜的情绪。算起来，自从父母离世后，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过这种感觉了。自从觉醒异能后，我的性格已经是变了很多。2天半后，我再次回到了村子里。汉斯进化后得到的空间正好可以用来关押这些吸血鬼，而且如果可以的话，说不定在地球也可以打开这个空间。此刻维拉克一脸的不服气，他从来都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对待。当时我只是反哺了他的血液，并没有将他杀死，因为我觉得留下这些吸血鬼在日后应该会有大用。维拉克也看出来逆天誓约那些家伙负责炼制的不死亡碎片应该就在我身上，因为他在我身上感受到不止一股很强的力量。我顺着他的话茬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你说的没有错，我的确就是逆天誓约组织的汉斯。说到这里，维拉克抬手施展出血之结界，这是他利用身体里仅剩的真血凝结出来的结界。我稍稍试探了一下，发现这个结界很难在短时间内击破，而且为了把他们抓来这里，汉斯已经是消耗了不少的力气。于是我使出解除召唤，返回到现实世界中。随即就在我前脚刚离开这里的时候，陡然间一支银箭朝着其中一只吸血鬼急速射来。维拉克认出银箭的来历，这是圣骑士特制用来对付吸血鬼的银箭。此刻一支规模不小的骑士讨伐队身披银色铠甲，正声势浩大的朝着他们冲了过来。这时我回到现实后，还是有些不太敢相信这段时间来发生的事情。先是拯救了可怜无助的少女艾拉，
再是独自一人解决了邪恶的吸血鬼团体，从而挽救了阿赞图悲惨的命运。这种成为救世英雄的事情，我可从来是想都不敢想的。想到这里，我打开了系统弹窗面板，做了这么多的事情，现在商城积分应该是积累了不少。只是令我没想到的是，此时我竟然持有70多万点的卡尔玛值。随后我猜测，应该是黑魔法师以及吸血鬼的影响。身为异族的缘故，与他们有关的任务都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奖励如此丰厚也就无可厚非了。而我还是选择继续强技能。片刻之后，与系统就提示我分身召唤的上限上升了。此外还获得一个技能假面，主身可以将自身的情感放进分身容器里。顿时就有一个想法从我脑袋里一闪而过，现在我好像是知道为什么会得到这个技能了。这么久以来，在每次获得固有技能的时候，技能的特性都会是我当前最需要的。而先前我曾与不认识的人变得亲近，也帮助别人击败过强大的敌人。每次完成这些事情后，心中总会滋生出从未有过的情感。只是这几年来，我都把自己的内心囚困在角落里，所以心灵并没有随着身体而变得强大起来。那些孤独、悲伤等等所积累到的一切负面情绪，都在一定程度上蚕食了我的内心。所以这个假面技能就可以很好的帮助我解决眼前的困境。只是放置情绪的过程并不是感情一下子消失的感觉，而是一种慢慢放进抽屉里的感受。在吸收完这些情绪后，我有些担心汉斯会承受不住大量负面情绪所带来的影响。汉斯闻言安慰我说道，痛苦与绝望自来就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同伴，对他死灵种族来说并没有太大的问题。话音刚落，我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这话是我曾经对汉斯说过的，没想到从他嘴里说出来会是另外的一种语气。看来这些分身在拿走情感后更像是拥有独立意识的人了。就在这时，我听到在外面传来一阵爆破声音，此刻在我的内心再次出现犹豫的情绪，肯定又是恶棍在城市里捣乱了，但我还是很难去克服内心的胆怯。这时汉斯缓缓走到我的面前，他用一种很坚定的语气同我说了一句话，就是消灭邪恶势力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所以我也没必要因此犹犹豫豫的。这时我也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其实我比谁都希望可以阻止这种事件，只是由于性格的惯性才会一直选择逃避。而现在我已经不是之前那个双腿残疾的废柴了，从此刻开始我再也没有理由去无视这些动乱。随后我操控汉斯来到了事件的案发地点，打量了片刻后，我施展出死灵黑魔法洞察之眼，利用精通一切黑魔法的特性来寻找恶棍的老巢。此刻不远处就有几个恶棍在随意欺弄普通人，而我恰好通过洞察之眼看到了这个场景。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之类的动乱都在我的视野之中。我差不多是花了一晚上的功夫才将附近的恶棍给清扫干净。不过我也不怕他们还会再次出来闹事，因为我在他们的灵魂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恐惧印记，只要萌发出不法的念头，就会出现疼痛欲裂的感觉。不过洞察之眼也有很明显的限制，如果有光照，它的力量就会逐渐变弱消失，那么白天就很难继续清扫恶棍的行动了。这时我就有了一个主意，此时城市里有很多四处觅食的鸽子，如果能够操控它们的话，就可以解决这个难题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热衷于黑魔法的原因，其一就是可以随心所欲地使唤各种生物。只是我营练了很长时间都没能使唤这些鸽子，我猜测应该是使一类型的魔法能力与目标生物的种族有关系。鸽子的这个种族明显要比死灵骷髅还要难操控得多。随后我就传送来到异世界的一处山洞，毕竟在蓝星施展黑魔法还是太冒险了。在2个半小时后，我终于成功使役了一只鸽子，紧接着再将魔法附上传染性的效果，这样下来所有的鸽子都会听从我指示了。那么就暂时命名它们为恶魔之子吧。与此同时，另一边圣骑士讨伐队彻底剿灭了吸血鬼在阿赞图的根据地，而且他们还从维拉克的嘴里得到一些消息，吸血鬼只是与不死亡的后裔达成合作的关系，这让拉提乌斯大主教一脸的苦恼，因为他从实世的战斗痕迹里推断出了一些事情。吸血鬼一族确实是在帮助炼制不死亡的碎片，但是现在那块碎片应该是被人给拿走了，而他经过回溯的能力推测出那个人正是逆天誓约组织的汉斯。就在这时，圣女利亚斯塔向拉提乌斯传达一则重要的消息，他已经重新捕捉到不死亡的气息，大概位置就在西北方向山里的洞穴。此刻我正盘坐在洞口等候恶魔之子收集到的情报，随即片刻之后我就察觉到异常的情况。此时恶魔之子的行动轨迹有些奇怪，看起来像是在被人给追杀了一样。没过多久，洞口这里就出现了一支骑士团，他们全都佩戴着统一样子的十字架，应该是来自教团的圣骑士，所以他们肯定是来捉拿汉斯的，毕竟教团向来都与黑魔法不太对付。此时为首的洛克骑士长缓缓地走了上来，他让我最好是乖乖束手就擒。我假装顺从他的话，然后趁他一个不注意猛地朝前拖出大手。然而此时黑魔法就像是失去了效果了一样，洛奇手上的佩剑轻而易举的就穿进了我的胸口。我真的有些搞不懂了，虽然我得到了不死亡的黑魔法，但我都是用它来惩治坏人的，这样来看，我不是与你们这些自称是圣教的家伙做的同样的事情吗？洛奇闻言直接就打断了我的话茬，从我选择获得黑魔法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我与那些坏人没有任何的区别。此时我发觉身体出现了状况，从一开始就有什么东西在阻碍我施展黑魔法。思考的时候，有一些唱歌的声音逐步的传了过来，我很肯定就是这些歌声在弱化我的魔法能力。虽然现在还有能力可以杀死唱歌的家伙，但这样做就与那些恶棍没有任何的区别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洛奇操起长剑狠狠地插入我的身体，随即他们的歌声也在慢慢形成
成一条泛着辉光的锁链，但我只是呵呵一笑的看着他们，忘了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了。曾几何时，维拉克也是这般自信能够困得住我。说着，我就再次使出解除召唤的能力，返回到蓝星上。这下事情变得麻烦起来了。细算下来，在异世界中，我已经跟3个组织的人结仇了。先是逆天誓约，再是后来的吸血鬼一族，然后就是大陆最大势力之一的教团。而且由于我的存在，大陆出现了各种争端，那就怪不得卡尔玛值上涨的这样快速。这时，恶魔之子们已经在开始行动了。由于传染性的缘故，他们在遇上其他个体的时候，就会迅速传染黑魔法。所以现在我的耳目基本是遍布了整座城市。很快我就得到了第一个情报。等我赶到那里的时候，那个恶棍正在折磨一个女孩。见状，我赶紧冲上去制止了他的行为。你的生命就到此结束了，好好回顾一下你罪恶的一生吧。要说邪恶程度的话，所有魔法都不可能比得上黑魔法的。它能够让人在回顾自己人生的时候痛苦的死去，这就好像是被自己给杀死了一样。而因为汉斯已经2次进化的缘故，现在锁链制出现的死亡骷髅也进化成终极形态的鬼魂。2分半后，异能管理局的普科长领队抵达了现场，只是在调查完现场后，发现这里很像是他们追踪很久的一个恶棍，而从附近的痕迹来看，很像是守护者的手法，因为有检测到大量黑魔法的施展痕迹。不过的是，此时他们非常想要见识这个守护者，毕竟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守护者会在工作的时候写出这些字的。同一时间，守护者协会收到来自异能管理局的协助调查申请，他们发现这个案件与前一段时间将3人组逮捕的事件十分的相似，所以他们打算让我以守护者的身份进入协会。与此同时，另一边，我将主神的意识投放在阿坤的身上。现在阿坤已经将艾拉姐弟俩安全送到了拉佩拉市，在分别的时候，艾拉紧紧抱住我的身体，她很感谢这段时间来我一直陪伴在她身边。如果没有我的话，她很可能就会终死在阿赞图了。只是还会有些担心我，因为她察觉到我的性格改变了很多，这让我不由得一愣，难道是假面的影响吗？此前我将负面情绪和渴望被得到认可的欲望给了汉斯，所以汉斯才会做出容易引起关注的举动，就比如是伪装成守护者的身份来惩治那些恶棍，而阿坤则是给予了他沉默与谎言。没想到这么快就被艾拉给察觉出变化。与艾拉他们告别后，我来到了王国首都塔拉利亚。除了是王国都城以外，这里还是主神教团的大本营。然后我就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召唤出我的第4个分身阿布。他的个体特性是五谷，能够在锻炼中获得技术与经验的补偿。之前的几具分身基本都是见不得人的身份，所以我需要一个明面的身份在塔拉利亚这里生存。而这次的分身将会成为受到所有人尊敬的光明剑士。然后我就来到殿堂，以向主神奉献一切为由，希望继承神的意志，成为一名圣骑士。闻言，书记官却是一脸的不同意。就算我捐赠了很多钱财，但让来历不明的人成为圣骑士，到底是有些毒神了。骑士长觉得他有些担心过头了。神录里明确写着，那些真正的邪恶之人，在圣骑士的训练中会不由自主地露出本来面目。闻言，我呵呵一笑地告诉他们，那你们大可以放心留意我的本来面目。只是我没想到的是，圣骑士的训练竟然会如此的艰难，不仅每天需要完成12小时以上的训练量，还得在训练的同时迎念那该死的祷文。一开始我很不理解这种做法，直到1个月后我才知道，在极端的情况下，通过反复祈祷巩固信仰才能强化神圣之力。就是不知道这里的人是不是都被折磨傻了，总是会用一种奇怪的目光来盯着我的身体。转眼时间就来到了3个月后，得益于超恢复能力与五谷的特性，我在训练营中脱颖而出，一举成为最佳新人，也是直到现在才可以参加圣骑士的洗礼仪式，而且时间也比往年早了一些时间。我大概可以猜测出里面的原因，应该是教团为了追踪出不死亡的后裔，此时迫切需要增强战斗力。所谓的洗礼仪式其实是一种交换的过程，受礼者会将自己的所有玛纳奉献给主神，因此他们的身体将再也无法驾驭魔力，而后作为回报，主神则会赐予他们祝福，使他们能够发挥出强大的神圣力。但是每个人得到的祝福大小不一，而决定祝福大小的最大因素是对主神的信仰力。面对上神的时候，越是纯粹的信任，没有谎言，就越有可能成为实力强大的圣骑士。我完全不用担心这些东西，这也是我迫切想要成为圣骑士的原因之一。因为此前我早就通过假面把信任的感情全都注入到阿布的身上，并且为了让主神感受到最纯粹的信仰力，我将所有分身的精神力量都给集中到阿布身上。因此在我接受洗礼的时候，柔和且充满力量的金光自我脚底缓缓升起，此时所有人都沉浸在这股神圣的光芒中，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如此恢宏的神圣之力，甚至已经达到主神像的头部了。主教告诉给我一件事情，像我这种程度的神圣之力，推测已经是祭司长的级别了。随即系统提示我获得技能神圣的洗礼，能够有效地共享到每具分身的精神力。而且我发现，在主神教坛的神，相较于具有人格特征的神来说，它更像是一个系统般的存在。在我放开精神力去感受神的时候，如果非要用人类的情感来描述捕捉到的感觉的话，那不应该称作是信任，或许可以近似的称之为兴趣。并且神还告知给我一件事情，神圣力只能用作于善事。转眼时间就来到了第2天，此刻的指挥所已经完全乱成了一团。他们在追踪不死亡后裔的时候，经常会遭到吸血鬼势力的干扰，而且由于讨伐队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果，王国里的政治压力将会变得越来越大，导致现在不得不发起撤退的指令。洛奇骑士长非常郁闷地走向训练场，此时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新生力量上了。就在这时，
他留意到训练场上有个新人表现极为出色，随后他就走到我的面前。他表示我的神圣力已经达到教官的水准了，但与真正的圣骑士还有很明显的一段距离，除非是我愿意同他一起前往罗塞利亚大神殿。我没有想太多，即刻就答应了他的邀请。虽然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罗塞利亚大神殿，但从他的语气来看，应该是赞赏我的，跟着他就是了。在路上的时候，洛奇骑士向我解释了大神殿的来历，它是位于大陆中心地带的主神教团圣地，同时也是教皇与圣女的住所。没想到竟然直接来到了圣女居住的神殿。教官曾经说过，这里可是加速成长的最佳场所。与此同时的现实世界，汉斯因为惩治恶棍的事件迅速在网络上走红。在此期间，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恶棍们总是会提起一个名为梵天会的组织，而这个组织似乎就是将这些恶棍串联起来的关键。然后我便化身成阿坤来到一个神秘的地方，在那里有一个男人静静地坐着，我缓缓地递给他一个袋子，我是过来卖东西的。男人轻嗤一声，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我算是来错地方了，这里可不是普通的当铺。我没搭理他，反手就将袋子里的东西倒了出来，哗啦一声，一枚枚金币如同暴雨般砸落在桌子上，这让男人的神色猛然一变。如果没记错，这可是人口贩卖组织的成员徽章。根据网络上的消息，好像是被一个戴着面具的疯子给杀死了。随即他细细地打量了我片刻，心里权衡一些东西后，便让我从这里的后门下去，但切记一定不要去别的地方。我按照指示找到了后门，在那里同样坐着一个戴着面具的身影。我告诉他是否可以用别的东西来代替现金，如果可以的话，就给我一张1等奖的彩票。毕竟再多的现金如果无法使用，那么就是一堆废纸。现在我需要以韩承贤而不是汉斯或者阿坤的身份来合法使用这些现金。如果以彩票的形式来获取钱，就可以避免追踪后患了。2分半后，面具男表示当然可以，大概是一张61亿的彩票，在最近4个月内都可以去领取。闻言我心头大喜，那就麻烦你再给我多准备2张彩票。面具男无奈地摊出大手，我袋子里的东西价值最多就是61亿了。听到这话，我示意他不用担心，我这里还有很多更值钱的东西。说着我就像是变戏法一样，只见3块沉甸甸的金砖如同凭空出现般稳稳地落在了面前的桌子上。面具男的目光只是在金砖上轻描淡写地扫过，随后他一脸惊讶地盯着我手上的镯子，他为前面的话表示抱歉。我手上的这个镯子很明显是亚空间道具，这可是那些守护者才有资格得到的东西。我眼中闪过一抹怒意，我有些赶时间，你还是尽快结束交易吧。此时面具男才如梦初醒，怪不得在我刚进来的时候他有闻到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再结合袋子上的东西来看，我很可能就是网络上那个专杀恶棍的神秘人。我走上前一把扣住他的胳膊，今天的交易我很愉快，以后我还会常来的。面具男顿时摸透了我的话，我俨然是在警告他不要把我过来的事情透露出去。片刻之后，我拿着3张彩票离开了当铺。突然有了这么多钱，我一下子还真没想到买些什么东西才好。不过细想下来，我现在可能更需要一些可以随意使唤的手下，而且此时街道上人来人往的十分热闹。在几个月前，这里还因为治安很差，让很多人都不敢出来透口气。现在想想，眼前的和平景象竟然是我一手制造出来的，不知是怎么了，心里面总有一阵欣慰的情感。而在这时，冷不丁的一个陌生声音在我耳边响了起来，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这人到底是谁啊？都到我背后了，竟然一点动静都没有。我没有多想，麻溜的站起身，居然在我后面偷偷闻我味道。你小子到底是想干嘛？然而他的话却让我僵在了原地。没猜错的话，我也是吸血鬼吧？因为他是来自于多特米亚次元的 Level 6的吸血鬼。他的话让我一愣，这家伙竟然还是其他次元的吸血鬼。其实每个人觉醒异能后传送到的次元领域都是随机的，到目前为止已经衍生出上万个不同的次元。不过当务之急还是先找个借口离开这里再说，要是当众暴露出身份的话就完蛋了。然而下一刻我就十分自然地把自己身份讲了出来，我心里直纳闷，怎么这么自然的就回答了他的问题？难道他会操纵我的精神吗？随即他就一副果不其然的模样，他的名字叫做干魔，出自于血盟组织，这是地球上的吸血鬼们聚集而成的组织。在返回地球后，他就负责为组织招募吸血鬼的工作。说着他缓缓地向我递来一张血盟的介绍名片，我有些疑惑，没想到地球上还有这样的组织，只是你刚刚说的 level 是什么意思？干魔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如果我感兴趣的话就跟他走一趟。与此同时，身后有几个人的眼神时不时地瞥向我们这边，从他们的动作来看起来像是在汇报工作。没过多久，我就跟着干魔来到一座地下室，因为吸血鬼惧怕阳光的缘故，血盟的组织选择建立在地下室里面。随后干魔便向我解释了 level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level 顾名思义就是水平，所有的吸血鬼都存在决定力量水平的吸血因子，血盟可以测定出来并将其数值化，最终得出来的数字就是每个吸血鬼的力量水平。随着他的脚步，我们很快来到了一间密室。干魔解释眼前的这个魔法阵就是用来检测身上的吸血因子，他让我别愣在这里当木头啊，既然来了就上去检测一下试试看吧。在刚踏入魔法阵的时候我就顿了一下，这里怎么会有骷髅头呢？而且此时我能感受到这里存在黑魔法的痕迹，不仅是黑魔法，周围还存在咒术、诅咒、炼金术等各种魔法结合在一起的气息。这里的一切完全超出了我认知。距离第一批的异能者返回蓝星已经过去了20多年了，但如今魔法道具之类的东西依旧是十分稀缺。而之所以是这样的结果，正是因为异能的能量定律在每个领域内的适用都有所不同。就比如玛纳和黑魔法就是完全不同的2样东西，但血盟组织似乎是掌握了将各种魔法结合在一起的能力。此刻在法阵上出现了5个血珠，说明我的吸血因子在第5水平，并且各个血珠之间的连接很牢固，也就是说我的再生能力会比较强大。
按照血族定律计算的话，我的纯血程度大概在6级左右。就在这时，干魔的脸色陡然阴沉了下来。刚开始听到我来自不同的次元，所以还有点期待，但没想到我的吸血因子才是5级的水准。说着，他就朝前使了个眼神，下一刻几个吸血鬼就大手一挥朝我狠狠抓来。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了，他们原来还有别的目的的，那就怪不得测定等级的时候需要用到这么复杂的魔法了。突然就在这个时候，密室的大门被人从外面给推开了，来人让干魔赶紧停止手上的动作，并且还要以绑架谋害同族的罪名即刻逮捕他。干魔一脸的不爽，李敏珠，你突然闯到别人家里，似乎有些没有礼貌了吧？我看着李敏珠的身影，感觉有点眼熟，好像之前在哪里看到过她。此刻干魔满脸怒容的质问李敏珠，他让李敏珠的脑子清醒一点，别再傻乎乎的遵从血盟里的生存规则了，因为血盟本来就是一个软骨头的人类仆从，明明他们血族比人类更加强大高贵，但现在还要看人类的脸色躲在地底下生存。李敏珠的脸色一沉，直接回怼道，正是因为干魔这些强硬派的一些胡作非为的行动，才会导致他们被迫躲起来生存的。他的话让干魔呵呵一笑，你觉得所有的血族都是跟你一样的想法吗？话音刚落，李敏珠身后的一个同事智勋就做出了行动，他挥起一拳狠狠地砸在李敏珠的肚子上。他早就投靠向干魔了，曾经在智勋的次元领域里面，他已经成为了拥有城堡以及职位的领主，但回到地球之后，不仅居住的地方变为了简陋肮脏的地下室，为了生活需求还得在夜里寻求门卫的工作。李敏珠一脸的不明白，就算如此也没有必要绑架自己的同类，难道是想对血盟举起反旗吗？干魔听到这话嘿嘿一笑，实则不然，他可是专门来收集低等级的吸血鬼的，在现实中他没有办法再获得卡尔玛值了，而为了继续变强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那就是同族捕食。与地球上普遍的同族捕食并不相同，需要捕食不同次元领域的吸血鬼，因为不同的吸血因子结合后会变得非常强大，但如果只是单纯的进行同族捕食，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精神污染，如果无法战胜这个精神污染，就是成为变异种狂血鬼。曾经有一个完全丧失理性的狂血鬼出现在地球上，为了对付这个狂血鬼，人类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此后吸血鬼就成为了危险的代名词。不过现在经过他们无数次的研究之后，终于知道了取出血液中邪念的办法，顿时我就听明白了一件事情，我猜测这个魔法阵不仅仅是单纯用来检测吸血因子，应该还可以让吸血鬼变成没有任何副作用的药物。随后只见干魔递给智勋一枚药丸，在咕噜一口吞下后，智勋的身体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起来。他真没想到同族捕食后的成长幅度完全不同，此刻他感觉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力量，随即他便一把抓过李敏珠的脖子，这还远远不够，你顺带把他也给炼成药丸吧。干魔轻嗤一声，李敏珠先留着再说，现在还有一个纯种的吸血鬼在等着他呢。然而就在他的目光与我对上的那一刻，我嘴角勾起一抹张狂的弧度，你们说的话真有意思，现在我还真有点期待，等我吃掉你们之后，我会变得多么强大呢。说话间，在我身前赫然出现了一个由骷髅头堆砌而成的大门，此刻汉斯的身影从里面缓缓地走了出来，紧随而来的还有数十具阴森恐怖的死灵骷髅，这让干魔他们的心脏猛然收缩，这些到底是些什么鬼东西啊？智勋没有说话，继续将自己的身体膨胀起来，砰的一声，他挥起拳头重重地砸向面前的2具骷髅。智勋大喝一声，让我们都去死吧！我仔细观察他的身影，这家伙的身体变形的有些不像是吸血鬼了，难道每个次元里的吸血鬼长相都不一样的吗？思考的时候，我随意施展出一个黑魔法，将智勋给拍飞出去，随后阿坤大手一挥，牢牢接住他的身体。既然是送上门来，那我可就不跟你客气了。呼哧一声，我张开大嘴就朝着他的脖颈咬去，这一幕让干魔慌张不已，我竟然在直接捕食同类，难道我就不担心会变异成狂血鬼吗？直接捕食同类果然会受到很强大的精神污染，此刻我都能听到智勋身体里的各种杂念，没过多久我就感到一种狂热的感觉，应该是体内各种不同的吸血因子在结合中进化了。果不其然，下一刻系统弹出提示窗口，他恭喜我得到2个新的特性，看透以及隐蔽。看透能够直接测定对方的身体状态以及能力值，隐蔽可以去除自身以及环境的存在痕迹，同时还获得了特殊技能混血进化，肉体能力出现爆发性的成长，每次得到不同的吸血因子的时候，都可以直接得到个体的血系能力。吸血鬼们会根据血统持有特殊的异能，而我可以通过新得到的混血进化来抢夺他们的全部能力值。此刻我的手臂已经出现与智勋一样的变化，这让干魔满脸都是呆滞。为什么我在捕食同族的时候还能保持清醒的状态，而且看起来还像是完成了一次体质进化？我走过去嘿嘿一笑，要不要我告诉你防止精神污染的方法呢？其实很简单，只要在吸血的时候不听那些邪念就可以了。随后我使出看透能力，大手一挥扣在干魔的头上，原来干魔背后的指使之人正是那个梵天组织，而那边与他接头的好像是叫做贝塔，看来这些繁杂的魔法应该都是出自于梵天组织了。片刻之后，我就带着李敏珠回到了公寓楼下，因为很早的时候他就昏睡了过去，所以他很好奇我们是怎么逃出来的。看着他满脸都是困惑的神情，我告诉他是否知道合回假面这个人，就是那个一口气端了城市里所有恶棍组织的恐怖家伙，我是趁着他袭击干魔的时候趁机逃出来的。李敏珠激动的眼花都冒了出来，他很感谢我的救命之恩，而他是出自于绿特尼亚次元的血族，只是他的脸还有声音我总感觉在哪里见过似的。李敏珠眼珠子一眨不眨的
地盯着我。恩人大哥，你是所属哪个组织的？我告诉他不用叫喊我恩人，我的名字是韩承贤，以后叫我名字就好了。还有就是我也才刚返回地球，所以现在还没有一个所属的组织。李敏珠顿时兴奋的不行，他觉得我可以加入血盟组织，因为大部分的吸血鬼都是所属在血盟，那里基本都是倾向于稳健派的，而且血液中心还可以稳定提供新鲜的血液。我沉思了片刻，便接受了他的邀请。是时候该给阿坤也找一份工作了。在刚来到血盟基地的时候，就有一个小女孩扑进李敏珠的怀里，她看起来也是吸血鬼的模样，只是据我所知，地球上是没有年龄这么小的归还者的。李敏珠看出了我的困惑，小女孩的名字叫做内西，她出生在地球，也是在地球上长大的，她的父亲才是重返地球的归还者，此前为了治好内西的绝症，才选择把她变成了吸血鬼。李敏珠的话让我明白了为什么政府会严格管控吸血鬼的存在了，毕竟吸血鬼的传染性很强，要是一个不小心的话，不用多久就会有1半以上的人类变成吸血鬼。李敏珠告诉我，其实不用太担心的，因为想要在地球上传染的话，是需要好几倍以上的力量的，并且为了让内西在感染后还能在阳光下幸福的生活，内西的父亲为此花费了很多的功夫。然后李敏珠把我带到了一处公寓房间，表示这里以后就是我的宿舍了，要是还有什么需求的话可以找他。此刻我终于是想起来一件事情，李敏珠现在的手势与一个小有名气的主播十分的相像。我的话让李敏珠没来由的一阵害羞，难道说我也是他的粉丝吗？我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释，这倒是没有，只是上了推荐页面就看了1、2次而已。其实之前李敏珠本来就是一名偶像练习生，回归后才重拾就业开始直播的。我有些好奇，那你现在几岁了？他现在应该是22岁，他记得是在18岁的时候觉醒的。那韩大哥你是什么时候觉醒的呢？他的话让我立刻头也不回的逃回了房间。什么吗？李敏珠一直喊我大哥，还以为自己真的比他大，可我现在还只是个20岁的高冷男大呀。随后我就拿起手机搜索李敏珠的直播账号，发现他在不久前发了一个停播公告，应该是去追捕干魔他们吧。那他还真挺幸运的，要不是碰巧我在的话，恐怕这肯定会成为最后一个公告了吧。转眼时间就来到了早上，此时李敏珠的眼神中满是焦急。刚刚他得到了一个情报，血盟的同事昨天去了现场，但是那里早就被烧成了一片灰烬，什么线索都没有留下。这样一来就无法继续追究强硬派了。听到这话，我有些尴尬的摸着嘴巴，还好我在走之前叮嘱汉斯一定要消除干净他的痕迹。随后我向李敏珠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把强硬派的地址都告诉给我？为了消除李敏珠的疑虑，我还特意解释，既然我是你的朋友，我肯定就是毫不犹豫的支持稳健派了，那么以后我最好就是避开强硬派，防止会发生一些冲突。李敏珠闻言也没有怀疑什么，立刻就从手机里导出写着强硬派住址的文件。我之所以想要得到这些情报，是因为阿坤现在处于纯血的最后一级，按照地球上的血族基准的话，大概位于6到7级之间，因此我需要用同族捕食的办法来让阿坤成为最纯粹的真血，而这些强硬派就是最好的食物。2个半小时后，我就按照地图上的指示找到这些强硬派的住址，因为拥有隐蔽特性的缘故，他们直至身上的血液被吸干都无法知道是谁杀死了自己，而且这些强硬派里面有一个正好是干魔的同伙。我使出看透得到了一些情报，就是召集所有的强硬派前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我呵呵一笑，看样子恰好撞上了强硬派的集体会议，那也省得我挨家挨户的跑来跑去了。在经过捕食部分同族后，我获得了一个新的特性血花，如果释放者不愿意就会永久燃烧，并且只会烧毁指定的目标。物理痕迹的话就用血花来烧毁，魔力痕迹的话则用隐蔽来隐藏，这样一来任何人都无法追踪得到我。突然就在这时，心脏在轰隆隆的跳个不停，这个感觉我很熟悉，估计是又要完成进化了。叮的一声，系统提示我特殊技能已进化，血之一族纯血进化成血之一族真血，并且由于混血进化的影响，获得领悟技能血流增幅，能够提升个体恢复力的界限，同时再生进化成超级再生。此刻配合上血流增幅以及超级再生，被割破动脉的伤口瞬间就愈合了。这2个技能结合在一起，效果简直是逆天。而且如果在战斗途中吸收周围的血来恢复的话，那么我将会是死不掉的存在。只是连真血都这么厉害了，恐怕传说中的圣血会更出色吧。片刻之后，我就回到了公寓。此时李敏珠才刚结束了直播，我告诉她回来的时候帮她拿了一封邮件，里面的内容大致是强硬派那些家伙的犯罪证据，只是邮件的落款人是匿名的，虽然无法猜测出落款人的身份，但他的行为给李敏珠的感觉就跟合回假面非常的类似。随后他就在猜测一些事情，由始至终他就只给我说过关于强硬派的信息，而在不久前我就恰好得到强硬派的详细住址，转头他就收到了这些举报信，难不成我与合回假面是同一伙人吗？转眼时间就来到了晚上，此刻我跟汉斯一同来到了强硬派聚集会议的地方，通过看透的技能，我十分轻松的就得到一些有用的情报。会议的内容有些让我没想到，竟然会是一次对付合回假面的决策行动。既然这样，我就不好再隐藏下去了，于是我让汉斯先暂时隐匿在阿坤的影子里，等到时候再现身出来将他们全都一网打尽。砰的一声，我以一种无比强势的姿态破开了1楼的窗户，然而下一刻却是发现面前是空荡荡的场景，这怎么可能？我明明是看到他们全在这里进行会议的。这时在身后有几道身影缓缓地走了上来，这本来就
就是一个引君入瓮的计划，但没想到引来的并不是合回假面，而是一个模样陌生的吸血鬼。我死死地盯着他们。早上的时候，我曾经探查到一些记忆，干魔记忆里所谓的贝塔其实是强硬派组织里的一种代号，组长是阿尔法，相继下来的是2个贝塔以及13个伽马。除此之外，这里还有明显不是吸血鬼的人类，所以他们应该就是梵天组织的人了。只是现在我还没摸透他们到底想要做些什么。下一刻，我的眼神一凛，随即使出血液增幅技能，让他们身体里的血液快速沸腾起来。紧接着大手一挥，就近抓住一个脑袋进行捕食。这场面让所有吸血鬼的身体猛然一震。为什么我仅是用手就能完成同族捕食了，而且看起来还没有受到任何的精神污染？我嘿嘿一笑，你们还是先活下来再说这些吧。此刻另一边有一个黑影缓缓地显现出来，正好挡住他们的去路。你们不是正在商量怎么对付我的吗？怎么现在走得这么着急啊？确定所有的出口都被堵住之后，我呵呵一笑地抬起2个爪子，下一刻2道炽热的血光从我的掌心喷射出来，其中有一个贝塔十分的恼火，没想到在他们血之一族里还有这么强大的存在。随后他便摊开大手，准备在我用出双手的时候干掉我。扑哧的一声脆响，只见我的左臂被他给硬生生地斩断了。我冷嗤一声，你还有别的手段吗？下一刻我就释放出超级再生技能，将他身体里的血液稀释干净，而我的左手也在慢慢的重新长了回来。忘记告诉你一件事情了，只要这里存在鲜血的话，我只会越战越勇，而且也无法将我彻底杀死。说完我就使出隐蔽特性，嗖的一声消失在他面前。随后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一记肘击狠狠地锤在他的后背上。在完成同族捕食后，系统提示我获得了新的吸血因子，血魔法进化成特殊技能血之奥秘。我能感受到此刻自己完全可以凭借意念来控制自己的能力，甚至是更加迅速以及自由地使用这些能力。我的行为让剩下来的那个贝塔愤怒起来，原来我已经变异成丧心病狂的狂血鬼了。他就说我怎么使出这些奇怪的能力。我不耐烦地掏了掏耳朵，那咋了？你还要一直站着无能狂叫吗？难道不能为我着想一下，让我的右手也能有个什么东西拖着吗？下一刻我的眼神一冷，将他的身体缓缓地拉到我面前。此刻阿尔法让手下赶紧拿出水晶球，球体上突然亮起光芒，形成五角的攻势，随即嗖的一下朝我攻了过来。就在这时，一道高大的身影从身后猛地闪现出来，只见他大手一挥，非常轻松的就拍开了这些攻击，顿时现场陷入了一片死寂。这已经是他们手里最强的底牌了，但仍然是完全没有赢的希望。另一边，阿尔法隐匿在阴影之中，周身被一层若有若无的微光笼罩。他准备使用空间瞬移技能离开这里。2秒半后，他的身影成功来到了别墅10米外的范围。只是由于我提前布下结界的缘故，他拼尽全力也只能逃到这里。不过怎么说能活下来就行。然而就在他思考下一步行动的时候，汉斯隐匿在黑暗中的身影在此时缓缓地显现出来。此时我将意识投放在汉斯的身上，随后我伸出大手死死地扣住他的脑袋，打算通过黑魔法的才能来窥探阿尔法的记忆。然而没想到梵天组织竟然在他脑袋里植入了保密装置，不过似乎是汉斯的黑魔法才能更胜一筹。下一秒我就成功进入到阿尔法的精神世界。此时有一道身影静静地坐在面前，他直截了当地表示自己就是梵天组织的支部首脑绿林子。现在我有没有这个兴趣打算加入他们？既然这样的话，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梵天组织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闻言，绿林子的嘴角微微勾起，很简单，就是确保回归者们的自由，以及创造一个由回归者完全主导的世界。我微微蹙着眉头，对于最近才开始崭露头角的组织来说，这个目标未免有些太高了吧？绿林子则是表示不然，从很早开始他们就一直在布局了，此前地球上所有的恐怖行动都有他们的影子。听到这话，我再也无法控制住心中的情绪。那么也就是说，父母的离世以及双腿落下终生残疾的状况也是拜这些人所赐了。此时我的心脏因为愤怒咚咚跳个不停，同一时间系统弹出了警告窗口，由于检测到我的情绪出现阈值波动，思想中心将开始接管情绪调节。绿林子闻言嘿嘿一笑，这些都过去了，也不是些什么重要的事情，希望我可以做出明智的选择。轰的一声，我扬起拳头用力的朝前砸去，但却被一道防御护罩给挡了下来。这里可是精神世界，所以精神力将会被无限放大，也就是说在这里战斗我是绝对无法打败他的。我冷冷的笑着，这是在考验绝对的精神力量吗？同一时间，阿布正在教堂里进行礼拜日的祷告工作。直至现在，他加入罗塞利亚大神殿已经有不少的时间，期间不仅达成个体目标，得到特殊技能强体祝福，神圣力更是达到大祭司的水准，并且在这里接受历史教育之后，阿布也想明白了为什么圣女利亚斯塔会对汉斯如此的执着了。在很久以前，第一代的不死王曾经把一半的大陆都染成了死亡之地，尽管最终举全国之力联手打败了他，但是不死王的心脏却被他的亲信黑魔法师收回。得到这颗心脏之后，这位魔法师就成为了第2代的不死之王，并且彻底毁灭了西部大帝国。最终还是被教团选中的勇士勉强破坏了他的心脏。之后他的心脏就被分成3块碎片，分别散落在大陆的3个地方。因为每当发生有关不死王事态的时候，站在最前线的一直都是主神教团，所以也只有圣女利亚斯塔深知这段黑暗的历史，那么极度执着于不死王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阿布十分了解汉斯的性格，他觉得汉斯除了喜欢出风头以外没有其他邪恶的念头，所以在感受到汉斯的需求后，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精神力传递给汉斯。片刻
刻之后，一处神秘的古堡中，梵天组织的首脑绿林子猛地从嘴里吐出一大口鲜血。他没想到在这场精神力的对拼中，自己竟然会是一败涂地。仔细回想起来，一开始他是占据着明显的优势的，但我渐渐的开始强大到无法控制的程度，给他的感觉就好像是同时面对着好几个人的力量一样。随后他便向支部下发了特级指令，立即停止一切的行动，并且在销毁情报后想办法逃离这个城市。这边我凭借绿林子留下的精神残骸顺利找到了梵天组织的支部位置，怪不得一直以为都没能找到他们，原来隐藏在森林当中。然而等我来到支部的时候，他们的人员已经是潜逃的差不多了。好在我赶来的及时保住了一些文件没有被销毁，上面详细记录着他们从过去做的一些罪行，其中就有5年前的城市袭击计划。我就是在那一场动乱中开始破败的人生，当时我没有任何的办法，只能目睹着父母丧生在那场动乱中。但现在我有这个能力来对抗梵天组织，不过他们的势力已经在这个国家完全的盘根错节，我也需要扩大自己的势力才有必胜的把握。我打算先使用技能血之奥秘来制造一部分血精，把阿坤身上多余的血液提炼压缩后再植入其他吸血鬼的体内，因为这是我的继承血液，所以此后他们都会听从我的指令。等处理完这些事情后，我找到李敏珠坦白了，其实是我在背后处理了强硬派。作为回报，我想要见见稳健派的首长。片刻之后，我就见到了稳健派的首长金惠珍。我会帮助你铲除血盟里的强硬派，但我会有2个要求：一是不能打乱地球上原有的和平秩序，二则是必须要帮助我彻底铲除与梵天组织有关的人员，不能有任何的包庇。我已经计划好了，要是他不答应，我就会动用武力。但出乎意料的是，金惠珍很爽快的就答应了，还直接指明要让李敏珠来当我的助手，而且在铲除强硬派后便会让我成为新派的首长。他之所以这么轻松就答应了，估计是看上了我的才能了。不过我很满意就是了。成为新派的首长就是血盟核心领袖的第一步。回到别墅后，我便向李敏珠植入我的吸血因子，现在他有种完全新生的感觉，毕竟我的身上血液已经达到了真血的层次。然后接下来就是给新派起一个名字，因为这相当于是创建了新的党派。我想着既然是名字的话，那就必须要有特性一些，而接受精致血精的吸血鬼都是吸收了我的优性因子之后才变异的，那么不妨可以起名为杂种派系。这边在阿坤敲定完这些事情后，我返回到了真身。现在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想彻底铲除梵天组织的话，可能难免会发动很多战争，如此一来就会伤害到无辜的人类，这样的话就是违背我的初衷了。所以我需要一个完美的办法来规避这些问题。2秒半后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我可以构建一个虚拟的故事，由威胁人类的邪恶魔王汉斯培养邪恶势力，并以此来发动战争，再由光明的正义勇士阿布处决这些邪恶组织，成为人类的英雄。这样下来简直就是良性循环的延续。想到这里，我抬手召唤出自己的第5具分身，他的名字是哈利，初始特性适应，即使是在极端的情况下也能快速适应环境。不过我现在还需要找到一个东西。随后我将意识投放在汉斯的身上。我记得梵天组织的地下研究所进行了一场邪恶的试验，他们把魔人的身体移植到人体上。除此之外，这里还有非常多的样本，其中就有早已灭绝的巨龙一族。如果哈利能够完全适应这个移植手术，再加上世间已知的黑魔法知识的话，哈利便将会成为最强身体兵器的存在。时间很快就来到了2天半后，此时圣女利亚斯塔感觉心里总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情绪，不过她并没有多想下去，觉得可能是雷雨天气才导致的这种感觉。其实她并没有感觉出错。此刻距离大神殿不远处的一个山洞里，正悄然进行一场伟大的移植实验。与此同时，另一边阿布也终于成为圣骑士团当中的一员，此时他正被授予圣骑士的荣誉勋章。神圣力变得更强大的同时，系统也随之弹出提示窗口，它提示我由于得到主神的祝福，成功获得新的特性跃进，可以随意穿越空间。顿时我就控制不住脸上的喜悦神情，这神可真够大方，竟然这么爽快的就给了我这种能力。完成授予仪式后，接下来就是选择归属的骑士团。这时有一个身穿银色铠甲的骑士缓缓地走了上来，他是天空盾牌骑士团的骑士，主要任务是用长矛术负责城堡的外围防御。顿时就有其他很多的骑士团争先上来抢人。太阳狼骑士团主要任务是在战斗中担任先锋，十分擅长破坏力超强的大剑术。霹雳爪骑士团掌握极为出色的剑术，主要任务是负责城堡内部的警备。我思考了片刻后就说出了自己的答案，感谢各位前辈的好意了，不过我想选择去所有骑士团接受修炼。我有五谷和成长加速的特性，所以完全没有必要限制自己的发展。只是此时还有一个骑士团并没有接受我的加入，因为他们每年只会招收1名新人，而这个新人必须是优秀人员中最优秀的存在，毕竟这个骑士团是负责保护最重要根据地的任务。片刻之后，我就跟随来到了测试的地方。测试考官的装扮非常的奇怪，不过测试内容十分简单，只需要朗读桌子上面的文章就可以了，但要注意读得清楚一点，以便能让主神听得清楚。这时我终于想起了一些东西，这个测试考官应该是临时拉过来充当的，而他的真实身份则是异端审判官，所以他脸上的这个面具应该就是过滤间谍的装置。那么要是一个不小心的话，我的真实身份就可能会暴露。事已至此，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开始朗读文章的内容。有惊无险的是，这只是简单的祝福而已，但这是一个不允许泄露特定信息的沉默
默祝福，也就是接下来我会听到或者是看到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不然的话圣教也不会这么小心翼翼了。能够完全接受异端审判官赐予的沉默祝福，就说明我已经通过考核成功加入了骑士团。等到进入之后，我才知道这里是光辉骑士团。前面所说的那个重要根据地其实是大神殿的地下空间。骑士长提醒我务必要打起精神来，这将是我第一次以及最后一次看到这个东西。说着他就抬眼示意缓缓推开面前的石门。只是令我没想到的是，能够让圣教如此重视隐藏在大神殿的地下空间，并且在设置各种禁制以及祝福的情况下，还特意留下一支强大的骑士团严格看守的东西，竟然就是不死之王的最后一块碎片。